蒙古国一份文件横空出世，震动全国。建国数十年后，蒙古国竟决定全面更换文字，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已然启动，预计在2025年全面完成。到那时，蒙古国所有官方文件上的文字都会改变，无论是日常交流还是联合国工作，都将因这场变革而揭开崭新的篇章。有人说，实际上这并非改革，而是一场等待已久的回归。回归蒙文是蒙古国人最迫切的心愿。到那时，蒙古国便可以直接与中国内蒙接轨。身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，蒙古国在使用怎样的文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绝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蒙文。可实际上，这个答案既正确又错误，因为蒙古国的蒙文体系远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许多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蒙古国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字。蒙古族生于草原，长于草原，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。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，直到征服回鹘后，他们才征用了回鹘的文字，并加以改造，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回鹘蒙文。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，而回鹘蒙文经受住了考验。从1204年开始，几经修改调整，终于成为了蒙古文化的象征。众所周知，现如今的蒙古国曾经也是我国版图上的一颗明珠，与内蒙相连。后来，蒙古国虽独立，但语言文字的血脉却未曾斩断。因此，无论是中国内蒙，还是现如今的蒙古国，回鹘蒙文都是他们共同的传统文字。但是在蒙古国境内，回鹘蒙文却长期处于被抛弃的状态里，而取代回鹘蒙文地位的是另外两种全新的文字：西里尔蒙文与拉丁蒙文。其中前者影响力更大，使用范围最广，而这两种文字无一例外都是政治的产物。更准确地说，二战后席卷全球的美苏冷战是造就这两种文字的主要原因。从诞生的那刻起，它们便不再是单纯的工具，而是两个大国钉在蒙古国土地上的荣誉勋章。西里尔蒙文象征着斯拉夫文化，而拉丁蒙文则是欧美文化的附庸。十月革命后，苏联推翻沙俄政府，为了抹去沙俄所带来的文化符号，率先对文字下手。1936年后，苏联各少数民族纷纷放弃使用多年的拉丁文，转而使用西里尔字母。冷战期间，苏联在亚洲的力量不可估量，苏联的文字改革成为了影响蒙古国文字变革的最大外在因素。西里尔蒙文不仅是文字的革新，更是臣服的标志。曾经，蒙古国内部为文字改革方向爆发过激烈的争论，甚至发生过决议已经颁布1个月不到又遭撤销的情况。1941年3月，蒙古国政府就发布官方声明，称拉丁蒙文存在着标音方面的缺陷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在争论文字的优劣，可实际上，文字的取舍反映出了政治的风向。拜谁当大哥，就用谁的文字，这是一场最简单粗暴的效忠表演。事实证明，彼时的蒙古国选择了苏联。1946年，西里尔蒙文正式成为了蒙古国的官方文字，但冷战结束后，情况却发生了逆转。苏联解体，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，蒙古国随之调整对外战略。在第三邻国战略的影响下，拉丁蒙文强势归来。另外，互联网的兴起也为拉丁蒙文的逆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相比西里尔文字，拉丁文字在输入上更为便捷，这意味着在网络交流领域，拉丁蒙文势必更加顺手，更为便捷。于是，西里尔蒙文与拉丁蒙文成为了并驾齐驱的头号对手，为了攻城略地，拿下更多话语权，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。然而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，回鹘蒙文也在默默发力。对于蒙古国而言，这场西里尔蒙文与拉丁蒙文的竞争本就是一种悲哀。这两种蒙文都是舶来品，是其他文化对蒙古国文化霸凌渗透的象征。说白了，无论谁赢，输的都是蒙古国。蒙古国人深知，唯有回鹘蒙文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于是，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回鹘蒙文复兴运动开始了。其实，早在冷战结束后，恢复回鹘蒙文的呼声便越来越高。只不过，恢复之路漫长且阻，持续数年才获得了今日的成果。原来，苏联解体后，蒙古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曾有一次恢复回鹘蒙文的机会。当时，恢复回鹘蒙文成为了全体蒙古国民最大的诉求。然而，尽管迫切的心情已经就位，但国家的客观条件却没跟上。蒙古刚刚脱离苏联的控制，百废待兴，无论是财政资金还是印刷技术，都不能满足文字改革的需求，就连师资力量也跟不上，因此这一计划只能遗憾搁浅。但是蒙古国人并未放弃，
又在1995年制定了一份国家计划。这份国家计划里明确表示，以10年为周期全面恢复回鹘蒙文。遗憾的是，这项计划最终也黯淡收场，回鹘蒙文迟迟难以恢复，主要有2方面原因。一来，政府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对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来说，发展经济是最首要的任务，钞票在手才能底气满满。除了经济之外，还要在保证内政安稳的前提下，大胆外交，提升本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。一个经济，一个政治，几乎就已经耗尽了蒙古国政府的全部精力。语言文字固然重要，但在优先级上总归还是略逊一筹。因此，政府分不出多余的力量来全面推动回鹘蒙文回归。二来，想要改变人民群众的习惯并不容易。尽管西里尔蒙文是苏联文化霸凌的产物，但是这种文字已经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。想要在短时间内扭转这一局势，不仅不现实，还可能造成反作用，引起社会动荡。2重原因叠加，恢复回鹘蒙文便成为了一场持久战。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也并非全无收获，至少在象征民族力量的某些特殊场合，回鹘蒙文已经全面取代了西里尔蒙文，如国玺、牌匾、政府公章等。蒙古国人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便能让回鹘蒙文迎来春天。终于这个时机到了。2010年，蒙古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构想颁布，人们惊讶地发现，政府竟然将恢复回鹘蒙文提升到了保障国家安全层面。5年后，语言法诞生，回鹘蒙文在法律层面一骑绝尘，受到了保障。历经数年沉浮，这才有了2020年的蓄力一击。蒙古国发布总统令，决定在2025年前全面更改文字，让回鹘蒙文重回蒙古国。这次蒙古国动了真格，就连出生证、结婚证、毕业证上的文字也一并更改，可见其决心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件事竟然与中国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更改文字本是蒙古国的内政，但这次中国国内也炸开了锅，跟着讨论的热火朝天。原来这场终于落地生根的文字改革也将对中国产生影响。最直观的来说，文字改革完成后，蒙古国和我国的内蒙便可以使用回鹘蒙文无障碍交流。有人说，蒙古国的这场文字回归运动本质上是一次巨大的阳谋。借着文字改革的东风，蒙古国有自己的小心思，但与暗戳戳的阴谋不同，每个人都能看出蒙古国的想法，而这也正是蒙古国所需要的，并非怕中国看懂，怕的恰恰是中国看不懂。共享文字，同用语言，这是一件极其亲密的事情。回鹘蒙文恢复使用后，蒙古国与内蒙的关系势必更加亲密，这也意味着蒙古国和中国的关系也将更上一层楼。近年来，中蒙两国一直有着经济上的合作往来，中国是蒙古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。中国不仅是对蒙出口大国，也在蒙古国的对外经贸中占据着绝对地位。蒙古国想要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，离不开中国的帮助。蒙古国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国家，没有自己的出海口，这个蒙古国整体的贸易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限制。想要让蒙古国的货物远渡重洋，销往更远的地方，就只能依靠中国的天津港。除了贸易之外，中国还是蒙古国最大的投资国之一。中国与蒙古国达成了多份矿产合作协议，不仅协助蒙古国挖矿，买下蒙古国的矿产品，还帮助蒙古国建设了一系列基础设施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经济领域，蒙古国根本离不开中国。中国经济腾飞，蒙古国蠢蠢欲动，想要抱紧大腿，与中国维持更加密切的经济往来。而相同的语言文字就是促成这桩美事的最好手段。另外，这也是蒙古国在政治上向中国示好。冷战以后，蒙古国始终致力于炒作一个名为第三邻国的政治概念，这一概念与蒙古国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。蒙古国实际上只有2个邻国，一个是中国，另一个是俄罗斯。中国也好，俄罗斯也罢，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国。因此，蒙古国忧心忡忡，生怕国家安全受到威胁，便提出要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政治意义上的第三邻国。说白了，就是到处找大哥罩着自己，威慑中俄两国。蒙古国的第三邻国吵得轰轰烈烈，看似对中国极不友好，可实际上蒙古国压根儿不敢得罪中国，只是想在大国之间玩平衡，获得更多利益。回鹘蒙文推广后，中蒙在政治上的连接也会进一步增强。蒙古国既可以向中国表明友好的态度，又可以不动声色地与美国周旋，而这些考虑都是蒙古国的阳谋。2023年5月20号，蒙古国国家应急管理局表示，国内肯特省出现特大沙尘暴，已经造成120人失踪，其中104人通过各种方式寻到踪迹，另有16人永远消失在漫天飞沙中。
蒙古沙尘暴由来已久，不但影响本国的空气环境，甚至我国北方 42% 的沙尘正是拜蒙古国所赐。据2017年统计，蒙古国已经有 76% 到 78% 的土地荒漠化，国家正在被大自然吞没。蒙古国的荒漠化为何如此严重？蒙古有2大支柱性产业：畜牧和采矿。蒙古是内陆国，国土面积 156.56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只有340万人，相当于境内牛羊总数的1/20。蒙古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，一生都与牛羊马打交道，骨子里流淌的血液就是跟着雨水游牧远方，带着老婆孩子和牛羊到处奔波。蒙古国建立后，祖传的功夫没有扔掉，依然去青草茂盛的地方牧牛羊。这种居无定所的生存方式显然不能发展农业、工业和一定规模的企业，所以只要放牧，其他行业基本就做不了了。虽然放牧能赚钱，但是毕竟周期长，利润有限，能保障人民不会饿死，但实现温饱有很大难度。唯一多赚钱的办法是增加畜牧量，牛羊多了，总利润自然就上去了。蒙古人祖祖辈辈依靠草原生存，对生态保护没有深刻的认知，只知道放牧能挣钱，便大力发展畜牧业，没想到为以后的土地沙漠化埋下了伏笔。作为畜牧业大国，蒙古国的牛羊马大多销往中国与俄罗斯，运输成本不高，而且市场需求量巨大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蒙古人不断扩产，进一步推动畜牧业的规模和产能。就在蒙古卖力养牛羊时，土地沙漠化的步伐也加快了。春天，从北往南刮来的风吹掀了大片沙尘，将蒙古笼罩在一片黄色的世界中。而这些沙尘会在几天后继续南下，刮到我国内蒙古，再一路南下到河北、山东等地。每个草长莺飞的春天，我国北方大部分区域总会被沙尘侵扰，而其中 42% 的沙尘是从蒙古国一路刮来的。事实上，蒙古国的土地荒漠化的趋势从东北向西南递增，沙漠是最彻底的荒漠化，而东北地区逐渐稀少的植被，则是蒙古不得不小心对待的话题。曾经一片苍茫的草原，如今已经脆弱的有些不堪一击。实际上，草原荒漠化严重，除了人为因素外，自然环境也是其中的原因。蒙古是内陆国家，平均海拔1580米，地势相对较高，向东无法享受太平洋水汽结成的降水，北边又有杭爱山和肯特山阻挡了北冰洋裹挟的水汽，所以北部山区可以形成部分山林，但再往南则因为水汽无法渗透太远而逐渐变为草原甚至荒漠。根据资料显示，蒙古国全年降水量为230毫米，远远少于我国北方的400至600毫米降水，更不用说南方雨天频繁的地区了。如此特殊地形下形成的植被覆盖情况，注定了蒙古国的牛羊只能在中部和北部饲养。但是牛羊的最佳成长环境是草原，并非山林。杭爱山和肯特山的区域不太适合放牧，畜牧业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压缩，导致牛羊来来回回只能在相对小一点的范围吃草。1982年，蒙古国牲畜数量为2480万头，经过这些年的辛勤培育，到2022年已经高达7110万头。牛羊多了，而绿地一直没变，所以荒漠化加深了。为了国家经济，蒙古人扩大畜牧业，暂时放弃了保护环境。那么，国家因此养活人了吗？事实上，蒙古依然是亚洲比较贫困的国家之一，用原始的方式放牧，肯定赶不上科学放牧的效率。虽然畜牧业总利润一直在提升，也终究改变不了贫穷的局面。想致富，蒙古需要在其他方面找突破口，于是他们瞄向了本国的矿产资源。和畜牧业相比，矿产绝对是蒙古国正国级别的产业。根据蒙古国海关总署资料，2023年1季度，蒙古出口总额达32亿美元，矿产品占出口总额的 84%。也就是说，矿产是蒙古经济的命脉。蒙古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，且早在1945年便在欧洲国家的援助下进行开采。那时候二战刚结束，不管欧洲还是蒙古，在矿产开采方面的力度并不大，所以开采进度也比较缓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与蒙古关系密切的苏联也派专业人员到蒙古勘测矿产。在多方努力下，一座座储量惊人的矿藏陆续出现，为改变蒙古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直到这时，蒙古国意识到地下埋藏着多么惊人的宝藏，他们没有先进的技术，于是颁布了矿产资源法和外国投资法，通过层层优惠政策招揽有开发能力的外国企业入驻。就这样，包括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美国、英国、巴西、俄罗斯、韩国等诸多国家开始不断探索蒙古的土地，试图找到更多的矿产资源。于是，曾经绿色的草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堆满了矿石的小土坡。一串串蓝色的加产款卡车排着长队，等待挖掘机将它们空荡荡的后斗装满，然后一溜烟奔向加工厂。后来，苏联解体，失去靠山后，蒙古忽然失去了安全感。苏联解体后，蒙古为了继续发展经济，直接倒向西方。为了彻底贯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，蒙古直接开放了外力企业投资的渠道，将大量煤矿的所有权改为私有，
试图完全将经济发展交给市场。为了吸引外资，蒙古放宽了外商投资的门槛，加大了优惠力度和福利制度，真正做到了美国所谓的民主化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蒙古的采矿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操着各地口音的人汇聚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，在西式快餐店里谈论着矿场上的事情。这看似繁荣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的蒙古社会状态，但国家的财富并没有因此增加，甚至因为采矿过于私有化，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，贫富差距拉大，打破了国家经济的平衡。等蒙古人幡然醒悟，想要将市场拉回正轨，已经有些来不及了。2008年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，蒙古出口的矿产遭受削减，从而使国家经济重创。这个原本不富裕的国家更加雪上加霜，国家没有足够财力帮人民渡过难关，穷人只能躲在贫民窟挨饿，而富人为了规避风险，也变得小心谨慎，将钱死死攥在手里，只等待危机度过。2012年，蒙古发现再不变革，未来将是一片黑暗，便很快通过了关于外国投资战略领域协调法，规定外国企业投资战略领域需要蒙古官方批准，并且股份超过 49% 的项目还需要蒙古议会2次批准。这则法案的颁布直接打击了外企的投资信心，导致当年外国来蒙的投资比下降了 17%， 蒙古的经济因此受到极大震荡。正如蒙古教科文内部所言，所有出口产品中 45% 的没有技术含量， 52% 是低技术产品， 3% 是中低技术产品。蒙古出口的矿产其实不需要高技术加工，原本完全可以自己生产，正是过于依赖外资的力量，致使外资一停止投资，蒙古的经济即刻受到影响。自法令颁布以来，外资在蒙古的投资比重连续5年下跌，到了2016年直接崩盘，国家负债200亿美元。眼看国家接近破产，蒙古人只能变卖家里的牛羊和仅存的一点首饰缓解危机。这时的蒙古可能会想到，当初做的种种决策有多愚蠢。不过，也正是在这一年，中国在蒙古城建了一条高速公路，拉近了两国的关系。俗话说，要想富，先修路。这条关于“一带一路”的经济大道，让大量产品途经蒙古，在一定程度上为蒙古的交通产业带来了一定收益。另外，贸易之路的开启，增强了商品之间的流通，也为蒙古展示了一条新的经济形势。这条高速公路自2016年成建，在2019年全面通车，是蒙古唯一一条高速公路。该公路建成后，以网络视频形式与世界人民见面，曾一度成为热门话题，也有网友称它为最美公路。除了帮助蒙古建路外，中国也不断将治理内蒙土地荒漠化的经验传授给蒙古，使其不断改善国内土地荒漠化的情况。2022年，中蒙签署荒漠化治理双边合作文件，携手治理土地荒漠化。此外，中国也在2022年11月办理关于土地退化与荒漠化防治的技术培训班，以线上视频的形式传授防治经验。今年5月，中蒙双方就设立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又达成共识。假以时日，在中国的多方面帮助下，蒙古一定会治理好土地荒漠化，恢复生态平衡，再现辽阔的草原风光。